蒙古国位于中俄两国之间，人口仅300余万，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1271年，他的孙子忽必烈征战四方，建立了13世纪最强盛的超级王朝——元朝。其版图东起日本海，南临波斯湾，向北包揽贝加尔湖，直达北冰洋，向西更是一路直至地中海附近，国土面积达1300万平方公里。1911年，随着清朝灭亡，蒙古在苏联的控制下宣布独立。自此，内蒙和外蒙一分为二。时至今天，这个马背上的国家越发神秘。雷探长此次探秘蒙古，既要寻找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足迹，也要揭开现代蒙古国的神秘面纱。此刻的雷探长呢，就要冒着这个大雨呢，要往这个蒙古国进发了。其实呢，要到达蒙古国的第一站呢，还不是直接进入啊，我要到这个二连浩特去，因为那地方不但是一个边境口岸，而且是要在那个地方呢去办签证。进入二连浩特呢，全是各种小恐龙，好像恐龙都复苏了一样。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两条绿色的龙哦，古时候被誉为是玉龙，因为这个地方呢挖出了很多上千万年前的这些恐龙的化石，也就是说，人们认为这个二连浩特这个地方呢是恐龙之乡。二连浩特这个城市呢，跟这个蒙古国的扎蒙乌德呢非常近，两个城市的之间的距离啊只有9公里，可想而知呢，如果这边的二连浩特到这个蒙古国1日游都是没问题的。我看到这二连浩特呢，满大街呢很多招牌有3种语言啊，汉语、蒙语还有这个外蒙语。这个外蒙语是啥样？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原来是像俄语似的，啊，这样子的字母就拼出来的。这是什么？这什么车？这个嘎子69，这嘎子69。对，这叫嘎子69，这不就吉普吗？以前那种老的军用吉普吗？哇，大家看哦，这是这个二连浩特的一道风景啊。这个车，他们叫嘎子69，那不是苏联时期的车一直用到现在吗？他们一直是用这样的车啊，也就是进关口呢一直会用。这都焊过了啊，这焊过了，然后这个都是这样子啊，这样子。关键这个车，你看这个皮随时脱落的啊。哦，这种门是可以这样移开的啊。哇，原来蒙古国的车牌是这样子的啊。你看蒙古国的车给我感觉都不怎么好啊，不怎么好，破破的啊。嘎斯69是由前苏联高尔基汽车厂1954年生产的吉普车。正当雷探长被这老爷车深深吸引的时候，车主突然出现，双手环胸，目光警惕，脸上挂着警觉和不悦，似乎对外人充满防范。后来我了解到，由于蒙古国依然有很多人没有解决温饱，即使开这样的老爷车，也依然怕被偷走。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蒙古国的现状，雷探长在蒙古族朋友的引荐下，认识了一对青年夫妻。你好。你好。他是外蒙古国。你是蒙古国哪里的？哪个城市的？大尔汉。达尔汉市。女孩来自蒙古国，男子来自中国。这样一对少有的中蒙跨国婚姻，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我给大家讲一讲哦，这个呢，我来这听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一个蒙古国的美女嫁到了中国这边来啊。那是你是怎么把她给带过来的呢？我是去蒙古怎么说，边工作边玩去了。然后呢，就碰到了一个。就是上大学就来这边上大学，就带过来以后。我们最有意思的是差10岁。差10岁啊！刚认识的时候我16岁，他是26岁。哦。当时我叫他哥哥。是吧？当时叫哥哥吗？哎呀，你太幸福了！你找到这么年轻的那个姑娘。26岁这个。蒙古女孩跟中国女孩有多大的区别啊？那边比较开放成熟早啊，是吧？基本上18岁以后就家里面就管得少了吧，意思。管得少了。说该嫁了，该结婚了，就各自
成家了嘛。哦，咱们这边是不一样嘛，咱们这边都是大学毕业啊，整到20几、30了才结婚。在你们那儿可以很小就结婚？对，18岁就可以。18岁。对。我这些年等等呢，我。其实你以后是不是还打算再生孩子啊？要啊，怎么得来个3、4个？3、4个。你蒙古人家不限，就蒙古国那边是生几个都可以啊。对，4个以上都国家都高兴。国家都高兴啊！人家叫地广人稀啊，生10个。要是中国人要是去蒙古国去找对象，你有什么建议吗？这东西，因为我也看也看缘分这些东西啊，不是说是而且蒙古国女孩，她们估计也挑剔啊，也不是说什么样的中国男人都找的，对不对啊？但是我当时没学会挑剔。没有挑剔，哎呦喂，刚没学那些东西，还没有学会挑剔，哎呦天，没来得及挑呢，没来得及挑呢，就你选了一个是吧？没来得及挑呢，孩子都打酱油了，孩子打酱油了，还没挑剔，哦，是这样子啊。那你觉得蒙古人现在，就是整体对中国什么印象呢？就是没有来过的人，啊，是真火吗？不好意思说啊，没关系，你说真的啊，就是不好，真的不好。不好，没关系。很多中国人去蒙古国开矿，然后打蒙古人呀啥的，坏事很多呀，所以影响就不好。我们会跟他理解的相反，我们还觉得蒙古人很彪悍，应该我们去那都被蒙古人打。没想到你们那儿说的是那个啊，说的我们打是吧？然后我们这边感觉是你们要打我们。很多有钱的中国人去欺负没钱的蒙古人。哦。来之前就是影响特别不好，我的影响也是，我就刚来的时候一个人走路。在外面走路也很害怕，现在就，然后来了之后，知道内蒙古人跟我差不多，文化也差不多。告别这一家3口之后，雷县长在祝福他们的同时，也在猜测，蒙古国拍摄恐怕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经济的差异造成隔阂，蒙古国不宣传中国而造成的偏见。现在的蒙古国用的是西里尔文字，西里尔，对，西里尔文。然后这是也有叫那个新蒙文，当年的可能实际的问题吧，把标音弄成蒙语里头。他帮我叫来一个这个蒙古国的服务员啊。You have been another city? No. No. In the future, you want meeting a Chinese boyfriend? Boyfriend? You wan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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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like a Chinese star? No. Why? You like to come here work? Just work. 没有人知道我此行还将遭遇何种状况，但不管如何，雷县长此次蒙古国之行就是促进两国人民友谊和交流的旅程。现在要去办签证啊，签证呢是在这个边境来办。其实为什么不直接飞过去呢？因为我们拍节目嘛，一般都比较细致啊。我希望把这个神秘的国家给大家呢看得再细致一点。为了更加了解真实的蒙古国，雷县长来到了阿联浩特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在这里，几乎每天都有很多蒙古国人来这里采购物资。随着这个边境的贸易往来啊，有很多这个蒙古国的人呢，就到这地方来批发商品。这些地方呢，商品你看大家都知道是从义乌来的。有时候大家不要觉得什么都是义乌产的，好像不好吃的，其实不是的。在这全世界范围内呢，这个义乌产东西呢比较方便，比较价廉物美啊，所以说人们愿意买这个义乌的东西。另外就是说呢，中国向来呢轻纺织业、轻工业的都特别好。俄罗斯跟蒙古国呢，他们就想买衣服类的呢，只能到这个南边的国家去啊，中国呀。You Mongolia? Hi, you Mongol people, Mongolia people. Mongolia. Are you a student? Yes. You come here is shopping? Yeah. What's this? It's toys.
那个老的也好，人家少的也好，人家都化妆，不像我们就这种的，从来都是就这种的不化妆，不知道化妆。一般人家就是从小孩就人家就是审美就跟那个欧洲那边就好像挺相似那种，我感觉是这种。平时这个蒙古国来的人都很多是吧？这不是刚开关，这就是人少，要不他就平时可多了。可多了啊。那这边那个来买东西的人，外面人多吗？就是他们了，还有的有的人发货，是用微信发货，人也不来。他们也用微信啊？有，他们就是方便啊。人家也有微信发图片，直接就走了，人都不过来。买什么产品比较多一点？他买什么产品都有，吃的，是吗？用的、穿的都有。哇，我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们外面人也在用这些啊，比如藏传佛教的一些饰品啊、香啊什么的。这些样品都是他们用的，都是他们用的啊。是了，啥都买，啥都买啊，啥都买，啥也。那可是他们物价，我听说很低的话，来这消费能消费得了吗？这边的东西又不贵呀，不贵啊，对，不贵啊。常人内地人去了外蒙以后，你绝对适应不了。对，他们人家早晨是不是特别晚？早晨不起，晚上不走不回，晚上不回。生活节奏太慢了啊！太慢了，你在那儿要是咱们内蒙人不是咱们内蒙就已经够慢了，够慢的了，真的，内地比起内地真的是够慢。我一去北京，你看咱们哇，一看见5点多，人家孩子们都坐地铁，人家去上课去了。咱们这块儿，哎呀，这孩子们都7、8点啊。哎，你去蒙古，你再看看，人9点、10点多都不开门，你去吧，你转去吧，哪不开门？我就觉得人家一天就干一件事，就非常对，非常满足了，就受不了那种的。对。其实换钱是一个出国第一步啊，这个图格里特它这个面额特别大啊，所以说呢，我估计这个姐姐要给我钱的时候要给，不会这么抠的，是吧？这个怎么算啊？如果是换5000元的话，就乘以383，就是这个蒙古的钱啊。这是蒙古国是很有名的将军苏赫巴图将军。苏赫巴图啊，苏赫巴图。苏赫巴图那你们去蒙古的话，那个广场上有他的雕塑，就是最大的广场。最大广场，成吉思汗广场前面有他的骑马的人生，有成吉思汗的是比较大面额，有苏赫巴图是小面额。哦。钱都办了？没。现在我是在这个2连套呢，在这边办这个蒙古的电话卡啊。大家看这个卡呢，我就办好了。这卡呢是这个样子，上面有一个4G 啊，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呢也是有4G 信号的。万事俱备之后，雷店长终于跨过了国境线，踏上蒙古国的土地。然而这一步却让我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回到了60年代。因为放眼看到的不再是繁华整齐的街道，而是破旧的地面、低矮的房屋和茫茫的草原。哎呀，千辛万苦，折腾了一番，终于过境了。大家看，我上面就是蒙古国的土地。我说实在，我一进来有点吃惊啊！你看，一进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停车场。感觉回到了苏联时代，或者说是朝鲜这种感觉。这边的所有车都是那么古老，真的是时光穿越了。我跟你说，这是我见过最朴素的边境口岸了。哦，一股子那个像工厂，又像铁道，又像说不上来。说工厂吧，就有厂房；说铁路吧，那有铁路。说民房吧，这民房，告诉大家这不是民房，这就是这个。蒙古这边盖章过境的地方，要是我们的话，肯定会盖得跟这种高楼大厦一样的，非常有这种国家的威严感啊。但是他们就是可能国力的原因，就是只能是这个样子。这位大美女，她刚才把我的这个箱子一只手就拎起来，然后放到车上去了，可见他们多么力大无穷啊！呀了。嗓门很大，很厉害。哇，这就是蒙古国的蒙中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哇，这就是蒙古国这边的。啊，这你蒙古国护照 passport。蒙古护照。哎呀，好漂亮啊！我第一次见啊，蒙古国的护照。哇，出入境盖满了，好厉害啊！他就是经常
经常出入境啊。这是蒙古国的护照。蒙古护照。那是就咱们有的用的护照。张佑的啊。为什么这个蒙古国的女司机那么多？Мэдхгүй шүү дээ. Тэгэл яг юу гэж тэгэл амьдралаар гэрд хичээх гэл ингээл. 为了生活。ганцхан нөхөр ажил. 哎，是不是因为蒙古国女的多呢？ Нэг 60% эмэгтэй 40% эрэгтэй ч юм уу. Яг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тоонд эрэгтэй хүмүүс нь арай эмэгтэй хүмүүсээс зөв. 应该是女的多，男的少。60%是女的，40%是男的。哎呦天哪，蒙古国原来也是一个女多男少的国家。哎呀天哪，那我们何不赶紧过来？他呢？其实他很泼辣哦，但是我告诉大家一点哦，什么呢？他刚才主动的告诉我说，他有10个男朋友。Boy. Yeah. Oh, really? Of course. Beautiful girl. 大家看那边，都是草，这就是蒙古国。我觉得来到蒙古啊，真的来到蒙古草原了，全是草，全是草。 刚进入蒙古国境时，我还被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随处可见的马匹吸引。你看那边是什么？离我不远就马。可600多公里的路途，近9个小时的行程，一路上可见的建筑物寥寥无几，同行的车辆更是少之又少。草原上那些瘦长的木头电线杆是如何抵挡大风的，成为了我一路上思考的主题。 现在你看，我从这个阿联浩特过来一点点啊，到乌兰巴托就是才出来一点点。现在我从这边到乌兰巴托还需要6小时，天哪！我已经无法忍受了。你看，前方永远是公路，永远走不完。我给大家说啊，我有点像是在吃那个羊肉泡馍。羊肉泡馍那个馍就是那个死面饼啊，比较硬。这个面居然也是的，所以它是半生的感觉啊。我后面还演的是那个蒙古综艺剧啊，没想出来吧？那个蒙古人也开始男扮女装了，说明整个男扮女装是已经刮遍全亚洲了。经过漫长的行程，我终于再次看到了都市，这也意味着终于到达了蒙古国的首府乌兰巴托。现在蓝县长呢来到了这个位于乌兰巴托东部地区的纳兰托市场啊。 其实呢，现在还没进去，我就看到这到处是车，而且呢，刚才呢，我们往这边看呢，堵车很严重啊，全都是车。注意啊，这个不是二手车市场，这是停车场啊，这停车场简直了！不要以为是这个蒙古国呢比较贫穷啊，但是在这边啊，你随便打个的啊，就是路虎啊，这个奔驰啊，要知道这个蒙古国啊，最便宜的就是车。 全部是从日本和韩国进口的二手车，在蒙古，3000美金就能买到二手的丰田，3万美金就能买到路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纳兰托这个市场的这个大门呢，就很有这种社会主义时期的这种风格和这种特色啊。有一个女孩进入了我的画面啊。You're Mongolia? Mongolia? You know it's very beautiful. Molla. But here, usually you is shopping. You is shopping or shop? You have shop? 몰라요. 몰라요? 몰라요. 몰라요? 예. 한국말. 한국말도 조금 알아. 말아요. 他居然会说韩国话。哎 This is your shop? Yes. Yes. This is your sister? Friend. No, friend. Friend, you student? Yes. In the future, you want to go to China or Korea? You want to go to? Korea. Korea. She wants go to Korea. Korea. You think Korea good or China good? Korea. Korea. 一般这是做什么衣服用的？ Ямар говцс хийхдээ хэрэглэдэг. Дандаа Монгол овц. Бас палаж, Европ овц хийж болно. 蒙古。这是女士用的。女士的。这种的是中国产的还是这个韩国产的呢？这个。어느 하나 실슨
Made in China。Made in China。啊。老板直接说了，就是 Made in China。哇，这边还有这个商贩呢，在玩这个王者荣耀啊，然后你看玩的这么入迷，你看连自己的皮夹子都不管了，随便有人拿走，他也不管了。那我想买上奖牌之后呢，我们到了那个评论就去给他们颁奖，买一个金牌，一个银牌。给大家说这个价格，一个奖牌2500，两个奖牌就是5000蒙图啊，图格里克啊。然后呢，这个呢，雷探长准备到大草原上给那些小朋友，然后让他们摔跤，然后谁赢了我就送给他。简单的寻访之后，不难发现，相较于2连浩特的小商品市场，同为一座城市最大的零售市场，基础建设却是天差地别。由于蒙古国轻工业落后，所以这里基本都是纺织品、衣物，地摊儿也比较杂乱拥挤，甚至还有不少二手货。没有一位摊主会说英语，给沟通带来不便。给我的感觉是，这里更像一个3线城市的菜市场。啊？你要是拍他团，要他不必须买他裤子。买他裤子啊？哦，我们早收，我就算的还挺好的嘛。对。他卖裤子的。这是一个已经崩溃的老人。在纳兰托市场的深处，还有一片专门贩卖二手货的区域。如果说这座城市依然有人为温饱犯愁，那么二手市场上的那些回收物，也许真的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生活。面对这些也许是从垃圾站捡来的物品，无论对于买方还是卖方，不知道谁才是拾荒者。而且这些摊主拒绝采访，强硬的甚至要动武，我还是小心行事，看看拉倒。刚才雷探长呢，在那个二手摊位上扫了一圈，大家看到了吗？那二手摊位上都有什么呢？就是一些老年人呢，或者是一些，就是一些穷人，他们在那卖他们捡来的，一些二手的鞋呀、高跟鞋啊，乱七八糟都有。这些东西谁来买呢？当然是一些买不起正品的、买不起一些鞋的人。而且我们从品相上看，已经是破烂级的也在卖，还有一个大爷在那拿着一个硬盘在那捣鼓，他想打也打不开，感觉完全跟时代脱节。其实我觉得看到这点我挺心痛的，因为呢，我发现其实在地球的很多角落呢，还有一些人吃不饱穿不暖。我觉得我们很想帮他，也爱莫能助，因为每个人这一生是否能够做成事情也跟他自己的学识呀，有和这个国家的是否昌盛都有关系。你有再高的这种本领这个国家呢，如果说就没有那么多机会你依然做不成事情，是不是呢？正当我对市场进行最后拍摄的过程中，一名警察突然出现，开了张罚单。由于我身旁的翻译小哥抽烟，违反了蒙古国公共场合禁烟令，所以阻止了我的拍摄计划。无奈，雷探长只能先去派出所交罚单，然后再退出二手市场。同志们，当大家打开这个网络的时候，都会看到好多描写乌兰巴托的夜的美好的景象。所以今天雷探长要将实拍乌兰巴托的夜，请看，当当当当，乌兰巴托人的故事那么美，那么美。倒是有道月亮是真的，这就是乌兰巴托的夜啊，乌兰巴托。乌兰，哇，这灰，你看这乌兰巴托的夜，这个灰，哎呀，灰，嚯，哎呦哇！我刚说了个乌兰巴托的夜，天哪，这灰，明白了吧？乌兰巴托是世界上雾霾最严重的国家，是沙尘最严重的国家，白天基本看不到那个星星的国家。其实有一点点我雷探长也不是100%说，但是我的确被这个乌兰巴托这个灰尘这个侵害了。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乌兰巴托的夜》这首歌。蒙古国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复杂的，这片辽阔的土地充满着冒险者的故事，这里的人也追求着梦想的生活方式。
但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不会将善恶写在脸上，想要区分，就只有去接触、去了解。假如连这一步都不敢踏出，那么围绕在你身边的就永远只剩下了猜疑、偏见和歧视。接下来，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蒙古国经济并不发达，但是却有着无尽的矿物资源。下一集，雷店长带你认识一下在蒙古国家里有矿的土豪，感受富贵险中求的挖矿生活。